好，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继续来看的是美国终于认清了一个事实，而且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决定要这么做了，就是稀土必须国产化。美国稀土开发公司 USA Rare Earth 在这个礼拜呢，因为宣布稀土产量呢提前2年到2028年年底呢，就会有这个提高的稀土产量，所以呢，股价一度上涨了超过3%，但后来呢，这个走势又转为震荡回落。市场上对于这个消息的反应是呈现比较分歧的局面。USSR 呢，他们表示说 ，Round Top 这个矿床被认为是美国目前最重要的稀土，而且是重稀土来源之一。这当中的蕴藏呢，包括什么呢？包括像镓、铍这些战略金属，而且还涵盖了像低压、钋这些关键材料。而这些材料，我们刚刚所点到的这些呢，是广泛应用在国防武器系统、高强度永磁体电动车马达以及再生能源设备，还有航太技术的领域。这间公司呢，他们提出了2大利多啊，他们说在奥克拉荷马州。那要建造一个面积呢达31万平方公尺的永磁体制造基地啊，这个地方叫 Stillwater。另外，他说有一大利多呢，就是溶剂萃取试验的成功。所以这家稀土公司的执行长就是汉普顿呢，他就指出说，高价值稀土的需求在国防跟绿能领域都正在快速的成长。好，所以重点来了，就是美国决定要做了，就是一定要稀土国产化。接下来是美国的发展重心，所以有国家资源、有资金，又有政策的支持啊。可是要请教一下骆老师，华尔街的反应却不大，就刚刚看到说还震荡，是对市场的前景现在有什么样的疑虑吗？华尔街从来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炒作股票的机会，没错。所以他们在 MP Material 这家公司今年已经涨了5倍了。那刚刚讲的 USA 呢？这个Rare Earth 呢，它也涨了2-3倍了，所以已经都涨过头了，不是它没有涨，之前炒过一波了。对，那尤其是 MP Materials， 那时候美国政府还入主买了它15% 的这个优先股，所以那当时它的股价，它认股的价格是30块，后来涨到100块，那最近回跌到53块钱左右，所以它已经都是涨完了。那这一波为什么没有再继续炒作？第一个，你稀土，你还是要依赖中国的精炼技术，像 MP Materials， 它没有办法精炼，它还是要运到中国大陆精炼，所以它没有办法。第二个，股市的一个特质啊，就是说，当这个利多出尽的时候，就不会涨了，因为大家觉得只有你没有办法取得这个货，那价格才会被拉涨。那如果大家都可以取到这个货的时候，那这个价格是不会涨的。所以这是股市的一个心理作用。那第三个，这个美中在釜山所谈的这个所谓稀土的这个框架协议，它只是一个框架，它并没有执行的细节。所以到底现在，成品可不可以卖，还是这个原料可不可以卖，就会成为一个争议。所以它还是需要一些出口许可证的审批流程，要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协议内容。这个协议内容最后才告定落。所以只有1年的这个许可，那你涨的基数在哪里？你就缺乏那个涨的原因了。你就涨的，这是一个有时间性的一个利多了，变成是有这种情况。所以为什么它到现在最近就没有再涨了 ？OK， 其实因为稀土我们知道它可以广泛应用在非常多的领域哈，包括最重要就是国防工业哈。所以为什么美国他们现在已经决心要把稀土国产化这件事情好好的落实？那除了国防工业以外，电动车也非常需要用稀土啊。这个特斯拉呢，在2023年呢，这一年他们曾经宣示说，未来新世代的车款将不会再使用稀土磁体。但是呢，实际的进展却显示说，这些关键材料到目前为止仍然被广泛应用在特斯拉所生产的电动车当中。像另外一家这个 B&W 呢，已经在部分电动车的车型采用不含稀土的电机设计，但是稀土材料还是完全没有退出舞台啊，一样被用在像是座椅的调整啊、车窗的控制啊这些辅助系统。好，那另外呢，就是美国战争部在去年11月，他们就宣布呢要出资沙烏地阿拉伯的稀土加工计划。同年10月呢，川普跟澳洲总理见面的时候呢，也表示美澳双方在未来半年内要共同投入10亿美元，推动相关采矿还有加工的项目。所以现在紧锣密鼓、快马加鞭的要想办法让稀土的国有就是国产化这件事情赶快做。
可是也看到一件事情，中国大陆能够建构这个稀土的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啊，这也不是1年、3年甚至5年的时间，他们是花了非常久的时间，而且坦白说是牺牲非常多，包括环保啊这些，所以不是只单靠说军工产业就能撑起这个稀土的需求吧？当然，我们都知道军工产业只是整个其中一环产品的一个环节，而且它的环节还不是最高的，最多还是相关的一些民生产品，特别是高科技一些产品。那非常仰赖稀土。刚才讲到电动车，它有进行一些降低对于稀土的仰赖，但我们都必须说，这些新的科技发明出来，是针对这样稀土有限提供或者资源短缺所做的因应措施，但它的成本还有它的整个综合性能达到一个什么水平和之前使用稀土，我想一定有一个落差，是，比如可能更昂贵，那维护起来更麻烦，那更重要就是综合性能会不会是这个有一定的降低？我认为都会影响这些产品的相关的使用的比例，而且不只是新能源电动车等等哦，还包括现行的汽车工业，它也很仰赖稀土，比如说触媒转化器啊，一些特种的一些陶瓷啊，还有这个高强度一些合金等等，也广泛运用在现行的汽车工业、传统汽车工业。这就是为什么之前稀土短缺的时候，欧洲、美洲很多汽车厂那这个痛得哇哇叫，因为会让它的整个生产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停工哦。那除了这个汽车以外，我们知道半导体也用了很大量的一些稀土，包括半导体原料一些这个抛光啊。还有相关电子元件一些处理啊等等，还有一些制程等等，都需要用到这个稀土。此外，像是这个我们所熟知的 AI 技术里面 ，AI 伺服器，那同时像我们采用的一些所谓的消费性电子产品，那最明显就是像我们的高性能的这个手机，还有一些笔电等等，也都不同程度的用到稀土。你说稀土是致命的吗？不可或缺的吗？某个部分还真的是哦。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以稀土为武器，那欧洲、美国都必须要臣服它这项尽力相关的博弈之下哦。因为确实目前来讲有绕不过的坎，但这个状况，我认为美国这样的努力或者欧洲的努力，短时间内那还是难以完全克服，长时间可能要看各国的政府执行力而定了，而执行力正是欧美国家在整体施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短板，特别是执行力不够强，那你原先的计划都会打很大的折扣。这个最明显就是这个川普政府还有这个拜登政府对于说所谓的电动车的政策产生极大的改变。另外，半导体像这个新的这种这个 AI。一些规定等等前后落差过大，都显示了欧美这种定期换届的政府，它的政策能否衔接，执行力够不够强，对于未来稀土政策那么一以贯彻下去，我认为这个都有待观察。对，因为先前这个美国就被中国在稀土这个地方卡脖子卡的实在是受不了了。当然，我们知道经过了川习会之后呢，就达成了稀土协议啊。可是现在外媒报道说没有，不是哦，这个协议形同虚设。怎么说呢？因为业界就说呢，因为中国大陆呢只给成品啊，不给稀土的原料。彭博是这样报道的，他说有10多位匿名的消费企业、还有生产商以及政府官员、还有贸易专家都表示，虽然先前我们看到了川习会达成了稀土协议，而中方呢也已经扩大供应稀土啊，但是其实多半都是永久磁铁，就永磁的成品。美国业界仍然无法获得原料，所以这个 Novium 磁铁公司的执行长啊，叫邓恩，他就表示，他联络了其他同业，才发现大家都没有办法从中国大陆获得原物料，所以如果是美国实体的话，你就拿不到低金属啊，或是氧化锑哈，也就是多半给成品，但是不给原料。这个做法，我继续的卡美国你稀土的脖子。对照最近有一件事情，大家应该也在国际新闻上面看到，就是川普任命了他的格陵兰特使。所以他对格陵兰还是不放弃啊，因为他知道在中国这边没有办法，所以呢想办法从格陵兰这边将来要开拓他的稀土的另外来源了。
是，我想这个稀土这2个字很容易让大家误解，以为这种土很少哦，其实不是，它是里面的元素是稀有的，而不是这种矿材本身很少。所以全世界的分布其实很广，但是要有能力去开采，或者是有高超的技术。中国大陆发展的久的，所以有。那我觉得从原料这个2个字，我们来理解一下，就稀土矿出来以后，它要先加工过，才会变成稀土氧化物或者是稀土金属。但是这个应该还不是美中竞争过程里面所谈的原料哦，它所谈的原料应该是中间品，也就是再精炼过一次，它会变成一种叫做铝铁硼磁材合金的东西。那它可以做这个瓷粉、瓷片，或者是这个半成品的磁铁。那这个为什么这中间原料中国不愿意攻击美国，而是只要把它做成最后的终极产品，就是永久磁铁卖给美国的原因，是因为这种原料它可以做雷达。它也可以做这个马达哦，那马达跟雷达这个意义差很多，一个有军事，一个不是军事。它也可以做 AI， 它也可以做无人机。就是我原料给你了，结果你到底怎么用？没错，我无法管控。所以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理性选择，就是我把终端产品卖给你的时候，你就没有变化的。但是我如果把中间产品卖给你的话，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东西。而这件事情并不是中美竞争过程里面中方所乐见。所以我觉得他在考量这个稀土的出口、中间品的控制上面，它考量不是美国依不依赖的问题，而是这种稀土的中间品本身是一种战略物资，它可以民用也可以军用。那中国大陆不愿意你有这么大的弹性，所以我干脆卖你最后的终极产品。等于说先做预防啊，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这个原料卖给美国之后，难保美国不会拿去做其他应用的用途。包括现在，等一下我们要来要来讨论的就是关于 AI 啊，就是高科技在2026年中美2强的竞争态势。马上回来。